这是我们的太阳系。哎，你看，地球在这里，旁边还可以看到月球。太阳的位置啊，其实应该是在这里的。哎，从地球往里面走呢，分别是金星、水星；从地球往外走啊，分别是火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还有海王星了。这个模型啊，尺寸比例和位置关系呢都是正确的，但是真实的距离比例却是很难表现得出来的。打个比方啊，地球和水星之间的最短距离是7700万公里，而地球和木星之间的最短距离却有5.88亿公里，几乎是前者的7倍啊。所以你真要这么来体现的话，那么木星啊，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了。就是在这个位置附近了，这样就很难在一个合适的场景里面将它们全部一起展示出来了嘛。好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？因为同样是隔了一栋楼的邻居，水星和木星在人类太空探索计划上面的地位呢，却悬殊巨大啊。首先，我们是先去了木星，然后才在次年的1974年去了水星，尽管后者比前者要近得多啊。其次呢，就在同一年，木星再一次被人类翻了牌子了，往后呢更是不断的翻牌子啊。1974年第2次访问，1979年连续访问了2次，然后是1992年、1995年、2000年和2007年又去了。但反过来再看看水星呢，自从1974年被水手10号飞越过1次之后，30年间无人问津啊，冷板凳是坐得扎扎实实的。甚至还不如那些更远或者更小的太阳系外围行星与小行星彗星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类啊，从来就是喜欢捡软柿子捏嘛，哪里简单先去哪里，最后再来啃难啃的骨头嘛。对了，水星就是那个难啃的骨头了。表面上看起来啊，它甚至是平均距离挨我们最近的行星了，但是在造访难度上呢，却是太阳系行星之最啊。这是因为它不是坐着冷板凳，而是踩着风火轮的。离太阳最近，以至于表面温度高达430摄氏度，使任何想要接近的探测器呢，都需要认认真真的思考一番啊。但这就是主要原因了吗？显然不是啊，更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它，而是来自于太阳。由于巨大的质量所带来的巨大的引力，任何飞向太阳的探测器都必将被太阳拽出极高的速度来了。当他们到达水星附近，想要停在这里的轨道上面的时候呢，就需要付出惊人的刹车代价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太空中刹车只能靠火箭反推了。想要减去的速度越多呢，就必须要消耗越多的燃料，这就意味着探测器上从一开始就要带上更多的燃料才行啊。科学家这么一算，想要在水星轨道上面刹住车，燃料质量必须要占探测器整体质量的85%以上才有可能啊。要在剩下的15%里面安排上各式各样的科学仪器、必要设备和探测器本身，从设计到成本都是吃不消的，更别说还有发射了啊！为了对抗太阳的巨大拉力，水星自身就必须要以高达17万公里的平均时速奔跑才行啊！这可是每秒47.4公里的成绩啊！你想要围着人家转，不也得将自己的成绩提高到这种水平才行吗？但是人类目前用火箭推出过的最好的成绩呢，是新视野号的16.26公里每秒。想要再推得更快一些呢，就需要更大的火箭，堆更多的极速，装更多的燃料才有可能啊！你看，这是不是就陷入循环当中了？装更多的燃料才能飞得更快，飞得更快呢，就需要更多的减速，更多的减速就需要更多的燃料，更多的燃料就增加了更多的重量，于是就还要装上更多的燃料才能维持一开始的速度嘛。所以不现实嘛。所以30年里面没人愿意再去碰水星了，直到一条曲线救国的方案最终被 NASA 采纳了。为什么要说最终呢？因为这个方案早在1985年就被设计了出来，但是直到1998年才被 NASA 认真考虑，发现确实可行之后呢，最终就促成了2004年信使号水星探测器的发射。结果它什么时候才到的水星啊？2011年，整整在宇宙当中飞行了6年7个月，才串门到了咱们隔壁的隔壁。他会不会跟你一样上班摸鱼去了呀？其实当然没有啊，人家可是兢兢业业的飞过了79亿公里才来到目的地的啊。快了不是啊？我们一开始就说了，水星那是近邻啊，是最短距离只有7700万公里的地方啊。这信使号多走出来的78亿多公里到哪儿去了呢？全用在绕着几颗行星去拉赞助去了。拉的什么赞助呢？
引力赞助。说白了就是靠几颗行星的引力弹弓效应来帮自己加速和改变轨道，从而逐渐靠近水星，间接着实现自己的目的。整个7年间呢，它会绕着太阳转上15.2圈，一次划过地球，2次划过金星，3次划过水星，到了第4次才会减速靠上去。与此同时被它白嫖的还不只有引力啊！为了减少自己在踩刹车时的消耗呢，它还偶尔会利用行星的大气层与太阳的辐射压，也就是太阳风，来帮助自己减速嘛。看起来是要把所有的便宜占尽才肯罢手啊！这精打细算的水平真不是一般人干的，还果真不是一般人啊！设计出这条曲折的轨道的是一位英文名字叫做陈万云的 JPL， 也就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工程师，女性。亚裔，名字一看就是中文的音译，果然台湾出生，智慧的东方人了。终于人类可以围着这颗神秘的星球看个够了。原本只计划工作1年，拍摄1000张高清照片的信使号呢，最终超额工作到了第4个年头，拍下来的照片更是多到让工程师们睡觉都要笑醒的程度啊！一共超过了20万张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水星完整的样貌，从外观到内核，从地质构成到磁场特征，它这一趟是不亏的。